大家看这是什么？我用了近1年的时间，终于把我们的中国汽车带到了大家面前。这个方向是欧洲航海家的雕像，当年他们就是从我现在所在的巴塞罗那出发，把欧洲文化传遍了世界。而今天我也想完成一个梦想，开着我们的中国汽车，把我们的中国科技、中国力量、中国文化带到世界最远端。非洲的最远端是南非的好望角，而我身后的这个码头就可以把我带到梦想的起点——北非雄狮摩洛哥。我们出发！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，能够开着汽车环游世界。2021年，我们开车数千公里，造访了巴基斯坦鲜为人知的民族，深入了博斯瓦纳的无人区，探秘了奥卡万格三角洲，又造访了埃塞俄比亚的原始部落。唯一可惜的就是开的不是我们中国汽车。2022年1月，我们决定开着中国汽车穿越东西伯利亚，走向欧洲最远端，让外国人看看我们中国现今的科技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在俄罗斯等待了1个多月，汽车依然无法进入。而此时俄乌冲突爆发，我们只能临时修改策略，采用费用更高、时间更长的计划，将我们中国汽车运往欧洲西班牙，跨过直布罗陀海峡，穿越非洲。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困难，无法入境，无法上路，不能上保险，临时进出口不再能进关。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克服了困难，终于用了近9个月的时间，把汽车运到了巴塞罗那。当我见到它的第一面，我激动地哭出了声。我们中国汽车行终于要开始了。我是耀阳，一个酷爱旅行的人，粉丝对我的称呼很多：保护国旗哥、美食体验家、旅行探险家。她是纳兰，和我相爱了10年的亲媳妇儿，也是我旅行路上的生死之交。我们是一对很普通的北京小夫妻，但却走过了很多不寻常的地方。这一次我们又要出发了。穿越非洲的路线一般为12000公里，而这次耀阳要穿越的路线会跨过非洲大部分国家，穿越沙漠、戈壁、沼泽和无人区，行程超过2万公里，相当于地球直径的近2倍。单车穿越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，所以它现在是这里的 Q。现在啊，上船了，兄弟们。哇 ，nice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车道啊。刚才这大哥啊，停车那大哥说：“哇，我这车太炫酷了！哇，你到非洲一定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啊！”停好了啊，这个车就是停在这儿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是用来固定轮胎的，一会儿他们负责把这个东西给固定了。看看我们的车。Tina, yes, yes, yes. It's a long way. So whole the world. I will cross Africa. Yes, cross Africa to the South Africa. Thank you, thank you 啊！哇，哥们儿啊，吃惊了，说哇，你要穿越非洲开这辆车特别牛。我也很期待。给大家看看啊，我从西班牙带的物资啊，2箱子，再加上后边啊，走，看看啊，满满的一车物资。然后现在就差纳兰那边的物资了，是我们从巴贝亚回来带的那些东西啊。来，船停好了啊，我们现在去找找我们的房间啊，看我们的房间什么样。终于拿到我的房间钥匙了啊！这次我订了一个这个船上最豪华的房间，是它的总统套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游轮上的总统套到底什么样啊！走，哎，哇哦，不错啊，还有一个沙发，一个大床啊。来看看风景，哦，可以啊，这儿有一个独立的厕所，这个在船上是最棒的房间了啊！总统套，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抵达非洲的这个最北端啊，摩洛哥，坐这个船需要29个小时啊。这要是坐硬座坐过去，那可就非常舒爽了啊！
现在我需要找点吃的。谢谢兄弟，来，拜拜，谢谢兄弟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刚才跟 Leo 分别的时候，真的快哭出来了，挺难的。刚才我下不去船，船员和警官们都不让我下去了。然后呢 ，Leo 在门口跟那个守门的那个警官说：“我的兄弟要远航了，要远行，带着他的汽车，带着他的梦想，要去非洲，要穿越非洲，可能需要1年2年的时间。我们有这么长时间见不到，他就想给我吃一口热乎的中餐。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警官被感动了，说：“那你去吧。如果这次旅行能够成功，也绝不是我一人功劳。你们在屏幕前能够鼓励耀阳，能够鼓励大蓝，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点赞，但你们每一个赞都存在我们的心里，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。没有你们，我觉得我们无法走下去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，一起加油。”现在船已经开了啊，我准备去转着这条船，看看这个游轮到底都有什么东西。看看，这应该是餐厅，餐厅加酒吧。这是一个游泳池，但是现在已经没人游了。哦，后边是甲板，要去非洲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哇，看看啊，哇塞！风景很漂亮嘛，是吧？看看，哇，非常的美，特别是这个今天虽然天不好啊，有好多乌云，但是站在这儿啊，气势磅礴。看，那就是欧洲大陆啊，我们已经离开欧洲大陆了，前往我们的目的地非洲。今天风浪确实有点大。我站都站不稳啊，一边走一边画龙呢。从巴塞罗那出发的这艘游轮上，除了一些像我一样酷爱旅行、自驾游的爱好者以外，还有一些从事着特殊职业的人。因为欧非两地存在着不小的物价差异，如果可以把东西免税带进去的话，就能获取暴利。但这种运输并不是从落后的非洲运往发达的欧洲，而是恰恰相反，非洲很多东西要比欧洲还要贵，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——轮渡背包客。过去去非洲都是走飞机，还是第一次啊，是坐船能够抵达非洲大陆。这样的船在巴塞罗那有6艘，同时还在西班牙的马拉嘎啊是最近的。船程只有2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，对，但是那个位置呢，船比较小，关口也比较小。巴塞罗那呢，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口，也是众多的欧洲人去非洲啊做生意也好，自驾也好，这个搬家也好，都是从这港口。经过了32个小时的航行啊，终于要抵达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马上要下船的乘客，你别说，还有点小激动啊。终于要能把我们的汽车开到非洲大陆上，也终于要能见到纳兰了。终于拿到车了，兄弟们，哦 ，OK， 出发。回头率100%，所有人都在看我，看看是谁。哇，太不容易了！摩洛哥，终于见到他了。我光出来就用了3个多小时。我们就在这儿吹海风，吹了3个半小时，真太不容易了。哇，这位看一眼啊，这位是我摩洛哥的朋友马克啊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会作为我北部非洲的翻译啊。到底我们在非洲能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一起期待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，非常非常大。我们的车现在出不来，原来所有的这个能走的通道、能想的正常方式全都不行，进不来了。现在其实你们看，外边的天还没亮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。国内起床我就起床了，然后一直等到俄罗斯这边人起床，我已经连续等了3天了，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。我连车辆出口的方式我都去想了，但是真的不行，这都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是太难了。
我真的啊，兄弟们，我说句实话，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开着我们中国汽车来去周游世界，开辆我们中国的 SUV， 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科技发达，中国人造车厉害。但现在真的太难了，真的没想到这么难。我希望我们还能有办法。我希望我的计划不要改变，我希望我的初衷的。我们在做最后的努力吧。我要坚持住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今天是9月29号的下午3点12，我现在在摩洛哥的拉巴特。你们知道托运中国汽车现在是有多难吗？可能倒退个3年，疫情之前随便出来，花钱就行。但是现在根本不行。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，把这个车托运到了巴塞罗那，又花了很多的钱、很多的时间，疏通了很多关系，终于这辆车前天出来了，昨天拿到钥匙，我兴高采烈的买了后天去马德里的机票，然后把这辆车再通过陆路给我拖到马德里，我们在马德里进行一些测试，然后我就可以进行穿越非洲。但是谁没想到又发生问题了。这边时间中午12点，我接到一电话，这个电话告诉我啊，对不起，您这上不了保险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在欧洲想上路其实很简单，买一个保险即可。陆路关口一进来买保险随便跑，不需要临时牌照。但是2022年的1月18号，西班牙颁布一个法律，所有在西班牙行驶的车辆啊，必须得有牌照，没有牌照必须得有临时牌照。但是西班牙不能够给像我们这种临时进出口的车辆上牌照，你没有经过欧盟的检测不能上，检测也行，把这个车的每一个零件全都拆卸再组回去，而且需要费用20万欧元，这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走的一条路径。既然不能上临时牌，那能不能买保险呢？好，保险公司拿规定了，没有临时牌照不能上保险，也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死循环，没有办法合法上路了。现在原来一个很容易的事情，在疫情之后变得非常难，甚至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度。真的是想做中国汽车行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、中国科技，真的有点难。为什么要开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？这个就要说到我小小的民族自豪感了。疫情之后，再也没有一辆中国汽车登上过非洲大陆。所以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微薄力量，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和中国文化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个世界。非洲是一片既神秘又危险、既狂野又美丽的土地。有人说这里是人类诞生的摇篮，而我们就是找到这个婴儿的那双眼睛。希望我们的中国汽车行能带着我们的非洲梦，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这片神奇土地的角角落落。到底我们在非洲又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辣椒，那个，我天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哇！